你应该把你的比特币换成黄金吗？大家好，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什么时间看到这支影片，欢迎来到奇怪风的频道。如果有新来的朋友，我是琪琪，这是一个聊加密货币行情和新闻的频道，偶尔也会分享一些生活、旅游、美食的 vlog。今天这支影片会先聊一些新闻，再来分享一些不错的图表。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新闻吧。第一个新闻很重要，让我来回答你，到底现在该不该把你的比特币换成黄金呢？如果现在有一个人看到这支影片时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觉得该把比特币换成黄金，那你真的来错频道了。我们当然不会把比特币换成黄金啦，因为比特币在各方面都优于黄金。那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这个呢？因为现在比特币的优势将会越来越明显。科学家或者说是物理学家最近居然成功把铅转换成黄金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铅就是大家在写字那个铅笔的那个铅，真的被转换成了黄金。虽然只是持续了一瞬间，但他们成功了。他们100%相信呢，不久的将来，这个技术将能长时间的稳定的把铅变成黄金。也就是说，地球上所有的铅都可能被转换成黄金。这会让黄金的市值大幅膨胀，也就是说，黄金将再也不稀有，再也不稀缺，甚至可以说完全不稀有了。其实黄金早就没那么稀有了，我们甚至可能在深海里还能找到大量的黄金。或许马斯克 Elon Musk 还会在其他的星球上找到金矿呢。而现在，瑞士的物理学家已经证明铅可以被转换成黄金。你如果想深入了解原理，我会把文章连结放在下方，你可以自己去读看看。这可不是什么诈骗或是网络谣言。既然铅能在一瞬间变成黄金，就只是时间问题，迟早我们会找到让它永久稳定转换的方法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把你的比特币换成黄金。第二个要分享的是，假如你在2009年或2010年的时候投资$1买进黄金，那现在$1大概会变成$4，虽然也是获利的，但是这样你大概只能再买一杯星巴克而已。但如果你当初把那$1拿去买比特币的话，你现在可能就可以买一栋豪宅了。这就是差别，你是要一杯星巴克还是一栋豪宅呢？2010年的$1买黄金 versus 买比特币，对我来说，黄金已经过时了。比特币才是21世纪的数位黄金。我相信接下来的10年、20年内，比特币的市值将超越黄金，也就是说，比特币的总市值可能会来到20兆美元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比特币的价值将从现在再翻个10倍，也就是每一颗约100万美元。过去几十年，黄金确实是很棒的资产，但时代变了，我们需要的是数位形式的黄金。而比特币正是这个数位黄金的王者，所以就我而言，与其投资黄金，我会把所有资金都投入比特币。不过，最终还是你自己要做研究。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之前就有表示过，如果美国的每一位百万富翁都要求要有1颗比特币的话，那也不够分，因为比特币的总供应量就只有2100万颗。而在美国拥有100万以上财富的百万富翁就有2200万个，而且这只是美国而已，换算成台币的话，也就是3000多万台币。那更别说全球有81亿的人口，比特币只有2100万颗，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数学。改天再专门做一期影片来详细算给大家看一下，用经典的82法则。就是80%的财富掌握在20%的人手里，80%的人只享有20%的财富。那我们再来算看看。接下来一个要聊的是 USDT Tether 泰达币首次达到了1500亿美金的市值新高，创下历史纪录。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创下这个纪录呢？因为他们想要进军美国市场。目前美国用户无法使用 USDT。很多欧洲人其实也无法在官方的中心化交易所使用 USDT， 当然他们可以透过去中心化交易所来使用 USDT，
但大部分人不觉得这样是安全的，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把资金交给中心化交易所保管，就像他们信任银行一样。而现在 USDT 想要正式进军美国市场，他们甚至已经宣布，如果真的要进入美国市场的话，会推出一个专属于美国的版本，这将会和我们目前国际上使用的 USDT 不一样。这个美国版的 USDT 将会完全遵循 KYC 等身份验证规范，让人能够明确知道这些 USDT 是由美金作为储备支撑的，而其他国家则会继续使用目前这种国际版的 USDT， 也就是还未完全受到监管的版本。至于 Tether 泰达是否真的安全，我个人认为是安全的，因为在我过去5-6年来，他们面临过很多次大型的诉讼，但他们全部都赢了这些官司。Tether 现在在市场的市占率是 61%， 还是目前最大的稳定币。当他们进入美国市场时，也将会推出一个全新的稳定币，专门为美国人而设计。所以恭喜 USDT 创下1500亿美金的新高市值，这真的是很惊人。顺带一提，通常当 Tether 的市值开始不断上升的时候啊，也就是比特币价格准备要上涨的时候，接下来要聊关于很多人会问我说，琪琪，我应该在牛市顶点的时候把比特币换成哪一种稳定币呢？现在因为监管越来越多，我们手上的稳定币有些还不算完全的监管，比如说是 USDT， 但像 USDC 这种就是完全合规的。而我认为未来随着监管变得会越来越严格，会出现更多隐私型或是去中心化的稳定币，所以我不认为未来只会剩下 USDT 跟 USDC， 势必要做出选择，到底是要保持不受美国监管，还是选择成为美国官方支持的稳定币呢？他们需要做出抉择了。如果选择不合规，可能会失去大量的市占率，但如果他们选择合规，也有可能变成官方的稳定币之一，也可能他们很硬派，选择继续当一个不受美国监管的稳定币，那么 USDT 就会变成那种非监管版本的稳定币吧。假设今天 USDC 和 USDT 都走向合规化，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转进哪一种稳定币呢？像是DAI这一类的稳定币，它是完全去中心化的，它没有与美元、黄金或房地产所挂钩，而且是用演算法来稳定币值的。我相信未来几年会出现更多这种不受监管，它会透过演算法来维持币价的稳定，而不是与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联动。所以在我想象的未来，去中心化的世界里，这些去中心化的稳定币将会取代目前的主流稳定币。但说回来，就这一轮牛市来说，我不认为你会遇到什么大问题。无论你选择 USDT 或 USDC， 因为现阶段这些币仍然是主流、可用，而且是非常安全的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我也还是会继续使用 USDT 和 USDC。如果 DAI 稳定币继续像过去几年那样稳定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分散一点资金到DAI上吧。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走势吧，这是4小时线的走势。在上一部影片有提到，比特币如果突破10万美元之后，下一个支撑与阻力位就是102000左右。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，比特币在突破102000之后有一个回踩，这个回踩有点回踩到之前的这个上升的趋势线，这个上升的这个压力，之前这个上升的趋势是一个压力，然后突破之后现在有点回踩，现在短期内会有很多漂亮的波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日线，日线就更漂亮了。你会发现比特币突破10万之后呢，瞬间拉到102000这个支撑与阻力位，然后现在在这边做一个盘整，做一个测试。如果102000可以站稳的话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109000的这个支撑与阻力位，就是前高的位置了。但是它也有可能会稍微再回调到10万左右，10万然后再上去也是有可能的，这个不是很绝对。但是在长期来看，我依然是看多。我之前就有说过，在5月底前，目标是冲上12万美元。
当然，如果我错了，我也会承认我的错。但目前我们还是有大约13到15天的时间可以冲刺到12万。那你知道过去这13天我们做了什么吗？2周前我们从8万5千一路冲到了10万2千，几乎是2万美金的涨幅。所以在接下来2周再来一个2万涨幅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所以我认为12万这个目标还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其他非常精彩的图表。这个是合约清算地图，这张图表主要显示就是清算区间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认为这张图应该是早上的，今天早上的，所以很多区间其实有可能已经被实现了。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样去解析这些数据，它是怎么运作的。绿色区块代表做空单清算的杠杆，红色区块是做多端 long 清算的杠杆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价格达到11万3千多的美金的话，整体会有差不多12亿美元的空单会被清算。如果价格回调到9万2千多的话，会有2500万的美金多单会被清算。被清算的金额是来自3大交易所币安、Bybit 还有 OKX。这些清算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价格下探1-2千点啊，或是1000点。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回到上方这些区域，目的是要清算那些正在做空的人，因为价格现在正在反转走多。这张图我在前几天有在推特上分享，这主要是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这一波2025年中接近2025年中这一波多头走势，这可能就是比特币在今年的最后一波的冲刺，也是这一轮牛市的最后一次的爆冲了。这张图主要是告诉大家，现在并不是牛市的高点，牛市的高点通常都会发生在超买的区间，就像是低点会出现在超卖的区间一样，所以我们这一轮牛市目前还没有出现超买的时候。接下来要让大家看一个东西，因为如果你不懂这个，你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你该持有一大堆比特币，而不是持有那些法币、现金，什么台币啊、欧元啊、美元啊，无论你信仰哪一种法币或者是山寨币。我要给你看一段30秒的影片，让你明白为什么现在就该把那些法币、垃圾币全部换成比特币。这一部影片是 Coinbase 做的广告。Every day, the Fed prints an average of $465 million. That's 26,000 shipping containers a year, created out of thin air. Maybe that's why the dollar loses value over time. But there's one thing they can never print more of: Bitcoin. At the size of a quarter, this is all there will ever be. Shouldn't a store of value hold its value? 这主要就是在说，你努力工作赚来的钱啊，政府他们却能凭空印出来。比特币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切诞生的，因为比特币的供应量是有限的，但是法币的供应量是无上限的。就长期观点来看，这波牛市的最终高点依然设定在16万美元，我预计会在今年年底达成，大概是10月左右。我认为我们会看到这轮牛市的顶点16万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励志的金句：工作可以填满你的口袋，冒险却能充实你的灵魂。这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，连我自己有时候都很难掌握这个平衡。有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的工作太多了，我要抽点时间留给自己啊，我和家人啊，或者是想要到国外去住几天，好好吃几顿晚餐，好好的散步，享受生活。因为这些冒险才是我灵魂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我认为满足自己的灵魂比填满口袋更为重要，否则我就很像那个老鼠在跑那个滚轮一样，每天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只为了赚钱填满口袋。如果你现在也处于这样的失衡状态，只为了赚钱去做一份你根本不喜欢的工作，那你永远无法真正找到幸福，因为你缺少了冒险与体验，无法真正充实你的灵魂。你的灵魂需要的是快乐、体验、冒险和新鲜事物。灵魂不想每天做重复一样的节奏。人类不是为了机械地过生活而生的。
我们的灵魂渴望活着的感觉。当你停止活出生命，只专注在赚钱，你就会忘记生活这件事，然后你就会失衡。这就像我常常跟身边朋友说，时间才是你最珍贵的资产。如果你只把时间拿来赚钱，那么到最后这些钱也买不到真正的幸福。真正让你幸福的是那些你愿意花时间去做、去体验、去爱的事情。那样的幸福是免费的，你只需要把时间花在对的事情上。没有错啦，工作会让你赚钱，但冒险与体验会让你充实灵魂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真的会喜欢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在下方留言，告诉我你对今天的新闻啊、图表啊，还有这段励志短语有什么想法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Bitcoin flows, a rhythm